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粪桶压肩鼻梁不倒，杨幂的村妇战输给赵丽颖脖子后一块斑。那天刷剧，杨幂灰头土脸挑着粪桶从田埂上晃悠过来，我手里的薯片差点下掉。弹幕炸了，这真是杨幂？不是 AI 换脸吧？毕竟她可是京城大妞人设鼻祖，古偶剧里喝露水长大的仙女，突然接地气到粪桶压肩，冲击力堪比彗星撞地球。但更绝的是，观众翻出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里脖子后晒脱皮的斑，樱桃人世间串糖葫芦时指甲缝的泥字，啧，这届女明星卷农村戏，拼的哪是演技，分明是谁更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和幸福这角色简直像给赵丽颖焊身上了。万家庄婚礼那场戏，听说妹妹被欺负，她抄板凳砸人脑袋的狠劲儿，吓得屏幕前的我缩脖子。关键是细节，切完菜随手用围裙擦手，冬天说话时冻得直插兜，连和老公进城时缩着脖子张望的局促感，都像纪录片里截出来的。有人说她赢在出身河北农村长大的经历成了作弊器，但第20条里演聋哑母亲郝秀萍更绝，衣服洗到发白，头发油成一绺绺的，孩子被抢时冲出去那几步，喉咙里呜咽声憋得人脸发烫。导演郑晓龙早看透了，他不是靠脸吃饭的，是往角色骨头里钻的。生万物开机照流出时，全网群嘲这期刘海假的像淘宝9块9包邮，给老戏骨磨皮磨成剥壳鸡蛋，自己脸 P 成锥子。可正片播了，骂声居然转了风向。宁秀秀被亲爹喂饱地气放弃赎身那场戏，杨幂眼神空得像个窟窿，嘶哑着问爹，我值不过500块大洋。大雪天红衣出嫁，眼泪混着胭脂糊一脸，真有点地主家傻女儿遭雷劈那味儿了。不过争议没停过，她挑水肩膀磨出血痕是真，但高鼻梁翘睫毛也是真。尤其荷兰莹莹同框，一个像土生土长的村姑银子，一个像来扶贫的妇联干部。观众分裂成两派，年轻人夸她演活浇花变野草，老一辈撇嘴，樱桃串糖葫芦那手糙的能刮土豆皮，这才叫真农妇。双引号，论村妇天花板，樱桃拎出人世间郑娟就赢麻了。穿糖葫芦那段封神镜头，跪坐在炕上阳光斜打侧脸，揉得像幅油画，难怪雷佳音演的二愣子周炳坤当场看傻。但更狠的是鸡毛飞上天里剃头演假小子，顶着狗啃发型啃窝头，土到亲妈不敢认。有场戏他蹲路边啃干粮，扎掉地上还捡起来吹吹吃，弹幕狂刷，这解释不是真去义乌批发市场打过工。双引号，山海情热依扎那段沙漠拉板车戏，直接把他拽上飞天奖领奖台。7分钟哭戏没台词，光靠眼神从绝望到倔强切换，弹幕哭湿纸巾，水花一笑，我枕头阴了。反观李沁在人生之路翻车现场，脸涂得像煤堆滚过，一咧嘴露出烤瓷牙反光，说台词像在朗诵课文。陕北老农留言，咱黄土高坡风沙大，但姑娘牙没这么反光。双引号，别以为抹黑脸就能唬人。岁岁年年事事红里王熙华演农妇，手上冻疮裂口贴胶布，端碗时手指关节粗的能硌死人。有场吃面戏，汗顺着晒斑往下淌，面汤第一领上随手一擦，这细节年轻演员体验半年也学不会。难怪网友毒舌，杨幂挑粪像拍 vlog， 王熙华挑粪像真刚掏完3亩的。当杨幂粉丝狂吹姐姐挑粪磨破手时，赵丽颖靠郝秀萍聋哑女拿电影奖，樱桃早揣着2座视后奖杯笑看风云。所以问题来了，演员转型到底靠硬拼还是天赋？流量明星扎堆农村剧，
是真心敬畏土地，还是只想抢证据镀金券？2. 不会扮农民别硬装。妆容精致的杨幂赵丽颖这次终于分出胜负。这些年农村题材的剧不少，但因为演员那种太精致的感觉，总惹得观众直呼不真。镜头一转到田间地头，有些明星还在坚持着扮永久妆，这画面也是挺有趣的。睫毛一根根都清楚分明，粉底液涂得挺仔细，跟真正的农民形象完全搭不上。杨幂的新剧《生万物》刚刚上线播出了，她扮演的农村妇女宁秀秀，因为太过精美的外表一下子成为热议的话题。网友直言，这根本不像是面朝黄土背着太阳干活的农妇，简直就是城里来体验乡村生活的时尚名媛。双引号。另外一边，赵丽颖3年前在《幸福到万家》里扮演的何幸福，到现在还被当成农村剧的典范，两个人的表现也让网友们用来试真本事。谁在坚持着，谁在寻求突破，一眼就能看得清。生万物翻车，风评褒贬不一。电视剧《生万物》讲述的是20世纪鲁南农村那些发生的故事，都是围绕那个时代展开的。故事讲的是地主家大小姐宁秀秀杨幂演在出嫁当天被马子给绑走了。地主家那个大小姐宁秀秀眼看就要和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的费文典成亲了。宁家和费家都是村里的地主户，村里的人全都聚齐了。马子头要求在午夜之前准备好5000块钱，否则就撕票。亲爹为了钱犹豫不决，打算让妹妹宁苏苏代替姐姐结婚，等赚到钱后再把她接回来。村里的人都觉得那些进了马子窝的女人都被染上了污秽，可是秀秀逃出来了，而且身上还是一尘不染。就这么一下子弄垮了宁家2个姑娘。逃回来之后的秀秀错过了她的初恋，还向爸爸发问，为什么当初没帮自己一把。她为发泄气愤，故意说自己被男人糟蹋了。为了发泄气，不甘心就嫁给个农民，结果大脚反而风风光光地抬着轿子把宁秀秀娶回家了。村里的人都知道宁秀秀是有人看中要娶的，接着就有嫁到封家，这一连串的故事也就展开了。作为一部关注农业变革的年代剧，本该展现最淳朴的农村生活场景。不过杨幂在剧里的打扮却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就算穿着朴素的布衣，她那精致的妆容依然把每一根发丝都打理得细致入微。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汗水都像经过巧心打扮似的，亮晶晶的，好像特意用心打造的妆一样。虽然宁秀秀是地主家的小姐出身，要说嫁到大脚家之后，她每天顶着风晒着太阳，皮肤还保持得这么好，真让人觉得不敢相信。相较之下，和剧组里那些实力派演员们那种灰头土脸的打扮比起来，她的模样倒是显得更自然，更贴近生活。这么一对比，网友都忍不住直呼，导演是不是对农村有啥误解？双引号。虽然杨幂为了角色增重又素颜出演，但仍有人觉得她的表演怎么样，就像个落魄的公主，不像那种在土里扑腾吃饭的村姑。而且台词不怎么样，有时候听她说话感觉很吃力。原本配角一出现，再配合那些布景设计，感觉挺有代入感的。杨幂一亮相，竟有点像小巷人家里的范丞丞那个模样，感觉挺别扭，就像个演员混进实体派，演技很突兀，完全出戏。感觉杨幂看起来累得不行，眼皮都快睁不开了似的。这些都是网友们对杨幂在《生万物》里的评论。赵丽颖迷里打滚成标杆，杨幂难超越。现如今娱乐圈里流行的标签大多偏向精致感，赵丽颖也开辟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新路子。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至今还能算是农村剧里的经典人物。
赵丽颖脸色发黑带点黄，毛坎肩披着，脸颊上满是晒斑，劈柴的时候胳膊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在闹婚的时候，一脚踹门的那股狠劲儿，连大妈们都说跟咱村姑娘一模一样。看着她，就觉得她就像和幸福一样，完全不像在表演，真的是在过自己的日子。在第20条里，她饰演聋哑的农村妇女郝秀萍，那衣服都破掉，露出棉絮，手上还结着痂，冻疮裂开着，只靠那双既无助又坚强的眼神，就能直击观众的泪点。哭戏时，她完全不在意形象，鼻涕眼泪满脸，把底层农妇的痛苦和挣扎演得淋漓尽致。再看看杨幂这几年演的农村角色，反差挺大，表现得没那么到位，也算是情感大爆发的哭戏吧。不过她的妆容可是挺精致的，睫毛膏都没有晕开，就像在录音棚室表演一样，台词靠情绪来烘托，动作也都是刻意安排的，跟农村的环境和人物身份没啥联系，也不是在指责外貌，而是她的表演一直停留在空中，没有那农民经过风雨洗礼后的沧桑厚重，也少了那和土地紧密相依的烟火味儿。观众一针见血地点评赵丽颖的演技是自己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她的演技完全是扎根在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细致观察中，而杨幂的表演好像是从录音棚里飘出来的一样，她的演出总像是漂浮在一堆定式的情绪表达中。农村戏比拼的根本就不是脸蛋儿的漂亮与否，其实体现的不是演员的外表有多俊朗，而是他们内心对土地、对平凡百姓那份敬畏之情。赵丽颖凭借那份泥里打滚的真心实意，把角色演成了观众心里的农村人代表。要是杨幂还只停留在穿着讲究的表面，恐怕很难达到这种跟生活节奏完全契合的演技深度。毕竟土地的真实性没人能骗得过，观众也是一样不傻。农村剧的出路何在？农村的剧可不是演员们的金光闪闪的工厂，没亲自种过的，怎么能演出农民的那份真实感觉呢？关于农村题材的剧确实不少见，《山海情》里热依扎那满脸高原红的模样，到现在还被大家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她靠着鲜明的人物刻画、贴切的故事线，以及引发观众深深共感，让人印象深刻，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脱贫攻坚这场战役的壮丽历程，还有中国人民那种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是一部值得一看、内容丰富又精彩的好剧集。大江大河里王凯扮演的知识青年形象让人印象很深，结合那时候的大环境，故事背景设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面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剧情充满了活力，角色的塑造也非常鲜明，彼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映出在改革开放那会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都发生了不少转变。故事围绕着主角的成长轨迹展开，涉及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亲情的温暖与牺牲，以及友情的真挚与考验。每一步的经历都让他不断蜕变，从青涩到成熟，用心体验着人生的各种滋味，使观众们能够全方位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转变。这些成功的例子显示，观众们其实不需要漂亮的演员，反而最打动人心的是那些让大家觉得他就是村里人的演技。生万物到底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剧情里凭借演技重新赢得好评，咱们就静待观察吧。剧情走得挺紧凑，挺完整的，人物刻画也挺到位的。毕竟真正的农村剧不应该是那种打扮得光鲜的偶像剧，而是能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土地气息的作品。农村剧变成了检验演员真正水平的试金石。杨幂在《生万物》里的表现，无疑成为了对她演技的一个重大考验，看她是不是还能保持精致都市丽人的风范，还是能完全投入角色，
打消观众的疑虑呢？这不仅影响一部剧的评价，还关系到一位演员是否能顺利实现从人气到真正实力的转变。赵丽颖的成功也给所有演员提了个醒，地道的演技从来都不是靠演出来的，而是靠活出来的。杨幂在《生万物》的表现挺让人期待的，她的演技一直都挺不错，角色也挺有看头的，想看看她怎么把这个角色演活了。